我是小安，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呢，我们来到一间在大安的餐厅，叫做 Vascali Eatery， 边吃边聊边听听外国人在台湾生活的有趣故事哦。那今天呢，我要请参加这个新系列的第一位来宾，来自于法国。那我要请他来到我的频道的原因呢，一来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很像，那一来也是因为他已经住在台湾很长的时间。他来台湾之后呢，他嫁了给台湾人，成为台湾的媳妇，学习了中文，也生了小孩。那他也有跟老公建立了一间公司。那现在呢，他在专心的经营自己的 YouTube 频道。那其实我觉得他在台湾的经验跟我很像，但是呢，我还是会好奇，他在台湾生活当中呢，会遇到哪些文化差异？我们等一下来听听看，他有什么有趣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我们先欢迎法国安娜。我是法国安娜。那安娜，你已经来台湾多久了？等一下是快14年了，还是要过14年？忘记我们差不多了。哇，已经好久，你已经是国来人了。对啊，对，没有，还有很多不懂啊。那你一开始来台湾，为什么的原因是什么？那时候我在学生的时候，我还没毕业，然后我需要走，我是读国际贸易，然后我需要我能毕业，我需要有一些在国外的经验。是啊。对啊，那时候是很特别。然后我就朋友在这边，然后我就过来。所以是因为你朋友在台湾，你就会想说那我去台湾，因为已经有认识的人这样子。因为原本我想去日本，因为我在法国有学过一点日文。但是我朋友说台湾啦，台湾，我说好啊，好，跟我好像啊。好险，我听他，对，好险我没有去日本哦，不然我现在会跟一个日本人结婚，不要。台湾人比较好，真的赞。我也是，我其实一开始来台湾之前，我打算去韩国，所以那时候我就很喜欢 K-pop， 然后已经有学一点点的韩文，然后我就每天跟韩国人就是聊天练习韩文，结果我就认识我老公，就来台湾，然后重新学习一个新的语言，然后我就觉得好险我没有去韩国。没错，我们运气很好。因为在台湾的环境也比较好，然后老公也很棒，对不对？好，那我们就等一下会多聊我们老公的事情，一定很有趣。但是呢，我们开始这个影片之前，记得按赞、订阅、分享，然后法国安娜也可以去订阅她的 YouTube 频道，我把她的资料放在下面。然后我们就等一下先点赞，对，因为肚子饿，你肚子饿吗？对，把腿腰。OK， 那我们就先去点餐，我们等一下再继续聊哦。安娜，你刚刚说你认识你老公，你在台湾认识你老公，对不对？对。那你一开始跟他约会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文化差异？有，因为我不知道是文化差异，因为其实我比较会去追男生。是啊。所以我是追我老公。他可能对我可能没有兴趣，是觉得法国人呢，我不会讲法文呢。对，要干嘛？所以可是我就是以前也在法国也是习惯这样，所以我没有感觉是跟台湾跟法国有不一样，因为我从来都是你追，对，你追男生。我想，对，我没办法知道是不是台湾跟法国不一样。我老公好像也没有说他说他不会那么容易追女生，或是不会比较慢，应该是这样。我觉得台湾人可能会追的比较慢，然后法国男生可能会追的比较快，比较直接。对，我刚刚就是要讲一个重点，就是法国
国男生他们对女生就是比较直接，就是说，他们更认识你，然后很喜欢你，他们就会直接跟你讲。但是台湾男生感觉他们是会用比较不一样的方法让你知道他们喜欢你。像我老公他开始喜欢我的时候，他会有一些很贴心的一些 action， 一些动作，像是就是知道我的心情不好，就会问，哎，你今天心情不好吗？或是他就会常常很长的时间跟我视讯啊，或是会传一些照片让我多知道台湾啊，然后知道他的生活，就是这些贴心，但是他也不会直接跟你说哦我喜欢你。那这个是跟我之前的前男朋友，就是他们真的很直接，就是刚刚认识你，然后就说哦我喜欢你，你要当我女朋友吗？我就觉得这个一点都不浪漫呢。可是我是这种人啊。那你看我也很直接，我觉得不要浪费时间，我会跟老公说我喜欢你。哦，对，要不要？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你跟我的不一样的做法，就是你比较直接，那我是比较传统一点，就是喜欢透过每一个 step 慢慢来。好，那你觉得你们变成男女朋友之后，他有没有就是带你去一些约会，你就会觉得啊，你怎么会带我去这种地方，或是对，可是因为我觉得应该是那时候是我不知道台湾那么多地方，所以他带我去的每个地方我觉得很不错。然后我们第一次去一起吃饭，他带我去吃沱江那个什么沱江永和沱江，永和沱江。然后我自己是最讨厌吃沱江豆腐，我最讨厌。然后我们就一边吃，然后我一定是要让他爱我的，所以我不可能说哦这个我不喜欢，我不好吃什么什么，所以我假装我喝一口，然后我就说很浓郁哦，it's good 哦，哇，可是我想吐，你知道那个无糖沱江真的是对我来说刚来台湾的时候真的无法接受。现在也是不行，对，你现在也还是不喜欢。对，但是我还可以去那边吃沙龙包这些可以了，不是蛋饼这些，但是那个油条我喜欢。油条好吃。但是那个沱江真的不行，所以但是老公一开始觉得哇，我找到爱人哦，很会吃哦，喜欢我吃东西，真的。天哪！借性的方式。就是可能你老公对你做，但是可能法国人完全不会这样子做。会啊，我觉得法国人跟台湾人会不一样。法国人贴心是会帮你买花，会请你吃一顿饭，然后大部分是比较好的餐厅。真的。对。但是台湾人帮你买宵夜。对，台湾人会帮你买宵夜，但是宵夜就是要干嘛，对不对？为什么晚上才买东西吃啊？你像很多了，对，还会买一些可能 7 买一些什么巧克力。我在法国男生都没有送过巧克力，是像那个一些远的那个，你知道费列罗沃线，对，然后他就买这些给我，我说哦，这有一点浪漫，因为法国人不会买这种巧克力，不会。在一般的时间是不会，可能只有在情人节的时候才会送巧克力吧。我都没有，也没有。好吧。我的天哪！你们给我就是比较我们真的需要的东西，然后真的有去考虑到我们的心情，我们才会比较开心。我观察到你跟你老公的，你老公跟你爸爸妈妈关系很好，但是因为文化或是语言不同，有没有发生一些好笑或是很尴尬的事情吗？有啊，每天这样哦，每天我妈不会讲英文，她还是因为我妈最难过的事情，是她没办法跟我老公沟通，但是她还是尽量每次会跟他用简单的法文，然后老公还是听不懂，但是还是在继续这样讲，所以他们每一次我看到他们这样对话，我觉得超级好笑。可是还是有时候会听得懂一点点，他们都会大概知道那个意思。那你对于就是嫁给台湾人的外国人，然后跟你一样的状况的人，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吗？
我自己觉得，不要你。就是我们一定是有文化，一定是有自己的习惯，但是你不能把所有的东西拿到，然后就说我是这样的人，你一定要矫正你自己，你一定要有一些改变，不是你很弱所以需要改变，是因为如果你想这个异国家庭成功，你一定是要有一些地方是改，你不能用你的西方的看法然后看每个事情，因为有一些在台湾的文化就可能觉得好像是不对，但是你不能用这个看法，你是要看为什么是这样，然后你自己要吸收一点，就是这样，台湾就是这样，你一定是要跟着，你不能全部反对，所以你要自己有心理准备，你一定要去接受他们的看法，而不能说我有我的习惯跟我的文化，然后我必要你要跟我一样。没错。那接下来我就想要聊，就是因为你在台湾有生小孩，对不对？对。那我也有生小孩，所以我们一定有跟我们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对不对？那他就是你生他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一些印象很深刻的不同的做法，或是台湾人会跟你说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养小孩啊，照顾小孩啊？你是说怀孕还是生小孩后？因为怀孕其实有很多不同哦。哦，那你讲怀孕一个，然后生小孩一个。怀孕，我觉得在台湾怀孕好像是有病的那一种，好像什么对，好像什么都不能做。很多人会说啊，你不能跳，你不能骑摩托车，你不能干嘛？吹风啊？对，很多东西，或是你去海边，我说啊不行啊，你去爬山，我说不行啊，很多东西，然后你不能那个挂衣服，因为那个手指不能往上，对。啊？对。是啊，我没有听到这个哎。所以好像你是怀孕是一种好像有一点弱，有一点病，有点生病是要顾好。但是我自己觉得，如果你身体没有什么病，如果是你是一般正常，你就要一般生活，你就是正常了。然后我就讲这个，我不是很容易怀孕的人，所以我不是乱讲这个，你知道我已经有经验，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怀孕我也碰到很多问题，所以我还是这样想。我觉得如果小孩要留下来，就会留下来；不留下来就是有原因，有缘分。对，有缘分了。那你生了小孩之后呢？就是可能前3个月，你有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文化差异吗？小孩是不能出门，因为好像满月还不行。然后后面那么小，也是很少人会带他们出去走一走。没错。还是不习惯，因为我从 Emma 很小，我就第1个月可能没有，但是后面每一天就是要出去走一走。对啊。搭着推车，然后去走一走，或是去百货公司，不然我会忧郁症啊，不行。真的，3个月在家不出门，真的不行。我1年了，我带 Emma 1年3个月哦。都没有工作哦，是啊，对，哦哇，所以我一定要出去了，那真的要出去了。对，那接下来 Emma 现在已经长大了嘛？那你觉得现在的 parenting， 你的教育的方法跟台湾的教育方法有什么很大的文化差异吗？我知道现在台湾的教育其实会有不同的，有一些还是比较传统，有一些还是比较更新的，比较跟时代一起去。他们知道压力也不能那么大，然后要放轻松。对。考试也没有那么重要，虽然还是很多人也是觉得考试还是很重要，要工作。所以我是比较偏就是考试不重要。对，因为他刚刚说就是 Emma 在写功课，然后就在讲他的学校成绩啊，他就说啊没关系，你就是只要努力做你最好的，那你的成绩没有那么好也没关系。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西方的想法。对，我都会跟他讲，我不管几分，我是要看你努力，你才认真写。因为我觉得当我们是爸爸妈妈，也是要努力去帮他们，就是有最好的成绩，但是也不能逼要他们，然后给他们这个压力，你就每一个科目都要100分。我觉得小朋友很可怜哎，这压力好大。很难哦，我自己没有100分哦。对，我自己也没有100分，那你还要求你的小孩这样吗？对啊，我觉得这样压力太大了。不错，
错啊，我觉得还不错，很健康。超好吃哎！哇，我要派给营养师了。那安娜，今天你对这个餐厅给几分呢？我觉得蛮不错，因为是比较不常见的那种有点健康美食，然后肉也是不会太油，比较健康的肉。哦，就比较健康。对，我觉得它的味道就是真的很好吃啊，而且我很喜欢这个环境，就是有一点像是我们的空间，对。然后这边就没有人，就很安静，然后来到这边就可以好好吃饭，轻松。所以真的推荐大家可以来试试看这家餐厅。那安娜，谢谢帮我们分享你在台湾的生活经验。今天我们听到了很多有趣的故事啊，像是安娜跟老公的关系啊，或是在台湾生小孩，就是原来会遇到很多文化差异，对不对？因为真的我们文化不同，这个真的是可能对我们来说印象最深刻。大家如果你们也有遇到这种状况，也可以帮我留言跟我们分享。然后你们还会想要看谁的生活有趣故事呢？留言一下哦。那记得去追踪安娜的 YouTube 频道，然后安娜谢谢来到我的频道，谢谢，很开心呢，跟你聊天。对啊，今天真的很开心，好有趣。而且我们都是用中文哦，第一场我们都会用法文聊天。对啊。好 ，OK， 那谢谢大家的支持，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我们就下次见，拜拜。